你来到丧尸横行的末世，准备用手里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帮助眼前的丧尸解脱时，他的尖叫却硬控了你3秒，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的身后出现了无穷无尽的丧尸潮。那么此时手持真理的你将会如何破局？这是一款难得的丧尸游戏佳作，它有着即便放到现在也依旧顶尖的画面，以及全程都不会感到厌烦的游戏体验。它也是为数不多在剧情上让丧尸会排泄、会吃素、会进化的游戏，弥补了大多数丧尸题材作品里没有遵循能量守恒定律这一缺陷。而随着故事展开的一段寻迹之旅，也能让玩家在路上感受到深厚的兄弟情以及末日下的破败与人性。然而游戏本身开放世界的设定使得其主线和支线较为散乱，剧情割裂感较强，导致游戏的口碑较为两极分化。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被媒体评分埋没的丧尸游戏佳作《往日不再》。故事源自一场席卷全球的丧尸病毒，随着城市陷入混乱，主角迪肯便打算带着妻子莎拉向城外逃离。可就在逃跑的路上，莎拉却不慎被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女孩小刀了一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见妻子因伤口引发了高烧，迪肯的好兄弟酒鬼又带着腿上的伤口一瘸一拐的来跟他们会合。如今他们唯一的出路便是前往附近的屋顶，搭上一架正准备起飞的直升机。虽然路上难免会遇见一些失去理智的市民，但好在迪肯不仅是一名最强退伍军人，还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飞车党。面对这种突发情况，他总能第一时间安抚对方的情绪。当他们来到屋顶，眼前果然出现了一架隶属于军方科研机构 Nero 的救援直升机。迪肯见状，立即带着妻子莎拉上前，用最和善的语气请求一名叫欧布莱恩的练习生允许他们乘上直升机撤离。可此时的直升机最多也就只够容纳2人，于是迪肯准备让妻子与好兄弟酒鬼先一步离开，但重情重义的酒鬼又怎么可能抛下迪肯？见事已至此，迪肯只能将自己的戒指交给妻子莎拉，必许下一定要重逢的诺言，而他则选择留下来，与好兄弟酒鬼一起在已经沦为人间炼狱的城市里携手相随，共赴生死。时间很快来到了2年之后，尽管妻子莎拉乘坐直升机前往了军方 Nero 的难民营，但难民营很快就在丧尸潮的攻击下沦陷，迪肯只能被迫接受妻子已经死亡的事实。此时人类的社会秩序早已崩塌，除了少量的组织和营地享有暂时的安宁外，整个世界都已被丧尸占据。而迪肯与酒鬼毕竟都曾是飞车党的一员，于是他们选择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重新骑上暴力摩托车，做起了一名赏金猎人。这一天，他们受温泉营地的雇主所托，前去追捕偷走营地药物的里昂。这里昂可谓是坏事做尽，为了能够私吞药品，他甚至不惜杀害了自己的同伙。见到这一幕的迪肯和酒鬼心中那是愤怒不已，于是立即骑上摩托车追了上去。里昂又怎么可能甩掉2位穷凶极恶的飞车党？很快他就被2人抓住。迪肯表示，只要里昂说出被藏匿的药品在哪里，他就可以给里昂一个痛快。里昂深知在这种末世的环境下，一旦身负重伤，就会被闻到血腥味的丧尸生吞活剥，所以痛快的死去反而是最好的结局。在说出药品的位置后，心软的迪肯还是请他吃了一颗花生米，本以为可以顺利拿上药品领取报酬，可迪肯的摩托车却因为之前的追逐而损坏。在这个丧尸横行的世界里，没有载具的情况下，无疑是自寻死路。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将爱车用树枝掩盖，随后便与酒鬼一同前往附近的修车厂。可他们到了修车厂一看，却发现这里早已被大量的丧尸占据。由于数量众多，再加上没有食物来源，这些丧尸甚至都已经开始蚕食同类。之后酒鬼前去吸引丧尸的注意，迪肯则趁机潜入修车厂，找到了修车零件。与此同时，无线电里传来了酒鬼的惨叫。当迪肯再次见到酒鬼时，这位好兄弟已经被一伙名为安息者的极端分子侵犯。安息者不仅会在自己身上划出伤口，还会逼迫其他人屈服于他们，手段比丧尸更为残忍，简直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疯子。酒鬼也是个硬汉，就算被喷火枪灼烧右臂，他也愣是没动一下。迪肯见状，立马救下了酒鬼，但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酒鬼的右臂就差撒点孜然了。眼见酒鬼从此体弱多病起来，迪肯便将酒鬼安置在了一处临时的藏身点。他们本来打算北上，再去看一眼妻子莎拉当初遇害的尼罗难民营，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可如今酒鬼伤成这样，北上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而接下来，迪肯则准备前往尼罗的检查站，为酒鬼寻找无菌绷带。不过当务之急，迪肯还是得先找回自己的摩托车。可当他回去时，摩托车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远处那一抹不愿打工的身影。没了摩托车，就像没了老婆一样，迪肯没有丝毫犹豫，跟着逃跑的身影一路追到了附近的科普兰营地。好在此时的人类较为稀少，各个营地之间或多或少彼此都认识。迪肯也靠着刷脸进入了科普兰营地，但营地的修车师傅曼尼却告诉迪肯，不知道哪个不懂车的缺心眼把摩托车丢在了路边。他出于好意，这才将摩托车拆了，准备废物利用。眼前这一幕跟拆了迪肯的老婆没什么区别。可还没等迪肯大开杀戒，营地首领科普兰却叫住了迪肯。科普兰同样知道里昂偷走药品的事情，在这个末世里，药品可是极为稀缺的资源，所以他也想分一杯羹。如果迪肯能够给他找回药品，那么他就可以让手下把迪肯的爱车恢复如初，并且迪肯也可以在科普兰营地继续购买物资。营地也只给了迪肯一辆破烂摩托作为代步工具，虽然不及爱车，但至少比徒步强。想到家里还有个体弱多病的兄弟，迪肯便动身前往尼尔的检查站，为酒鬼找到了无菌绷带。可此时酒鬼的伤势极为严重，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骑车
北上，迪肯也只能先去找回了里昂藏匿的药品。然而下一刻，一架尼尔的直升机竟从迪肯的上方飞过。自病毒爆发以来，军方便销声匿迹，如今却又再次出现。出于好奇，迪肯立即追了上去，想要看看军方到底在搞什么花样。他一路小心翼翼地跟随尼尔的研究员，不仅得知了军方正在对丧尸进行研究，还得知了一个他永远都忘不了的名字——欧布莱恩。欧布莱恩正是当初带妻子莎拉一同撤离的那名练习生。迪肯本以为他已经和妻子一同死在了难民营，可如今欧布莱恩却还活着，甚至开始研究起了丧尸。那么也就代表着妻子莎拉极有可能幸存下来。看着离去的直升机，迪肯将这件事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准备日后再去寻找欧布莱恩。无论妻子莎拉是死是生，他都要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可眼下还是得先处理掉药品，毕竟迪肯也是个有原则的人。他先前抓捕里昂也是为了替雇主找回药品。于是迪肯驱车前往了雇主的温泉营地。有了前车之鉴，迪肯耐心地嘱托营地门卫，98号汽油必须加满，不然腿打断脸花烂。随后迪肯见到了自己的雇主塔玛，将药品交给了对方。塔玛同时也是温泉营地的首领，他可是掌握着大量的武器，所以比起把药品交给科普兰修个破烂摩托，还是拿上精良的武器顺利北上更加具有性价比。就在迪肯离开温泉营地后，尼尔的直升机竟再次出现。迪肯见状立即追了上去，期间他甚至被尼尔的士兵开枪警告。看来对方似乎并不想让一个普通平民跟着自己。原来军方正打算活捉落单的丧尸，以便更好的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员似乎对业务不够熟练，加上直升机的轰鸣声，吸引来了大批的丧尸潮。他们只能放弃了任务，立马飞身上座逃之夭夭。幸运的是，迪肯刚好就在他们离开的地方捡到了军方遗留的无线电。依靠着无线电，他很快就找到了正在野外执行任务的欧布莱恩。再次见到老乡时，迪肯立即上前礼貌地与欧布莱恩相认。原则上欧布莱恩是不能与平民接触的，但毕竟原则在迪肯的手上，欧布莱恩也十分愿意积极配合。原来当时他们抵达难民营后，便立即转移到了其他的营地，从而侥幸躲过了丧尸潮。在欧布莱恩的精心照料下，莎拉勉强捡回了一命，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之后欧布莱恩就被调去了其他小组，所以他现在并不知道莎拉是死是活。验在迪肯手里的原则，欧布莱恩也非常乐意帮他调查莎拉的去向。对于迪肯来说，莎拉可能存活的消息无疑是在他心中亮起了一道光，这让迪肯回想起了当初与莎拉相识的那天，那是一场因车子抛锚而引发的邂逅。作为飞车党的迪肯，如果顺利的将莎拉这个良家少女送到目的地，那么他们也只会有一面之缘。但恰好就有几个流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莎拉为了救下迪肯，不惜使用了他所厌恶的枪支，将流氓吓退。也正因如此，二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莎拉本是一名有着生物化学学位的植物学专家，甚至还在附近的一个研究所内研制药物。但奇怪的是，研究所内的保密措施十分严格，就连门卫都是持枪核弹。不过迪肯并不在乎这些，按理说迪肯这个飞车党是不可能有机会与一个高知的良家少女有什么进展的。可缘就是这么的妙不可言，他们不仅相恋，还举行了婚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新娘的娘家人似乎不太开心，并且迪肯也为了莎拉不再过问飞车党的江湖世事，所以他们的婚礼显得格外冷清。只有重情重义的酒鬼愿意前来吃席，往日的回忆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早已不在。回到现实，在迪肯等待欧布莱恩调查的期间，他受到温泉营地塔玛的委托，前去找到了一个名为丽莎的小女孩。丽莎是个坚强的人，自病毒爆发以后，她便一直在家里独自求生，等待自己的母亲回来。看着眼前的丽莎，迪肯想起了莎拉的妹妹，这也让他有了想要保护丽莎的想法。当回到温泉营地后，迪肯才发现，原来塔玛曾是丽莎的邻居。本以为这个小女孩将会有一个安身之所，但迪肯怎么都没料到，塔玛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主。所有在温泉营地的人都得被迫接受劳动。塔玛找回丽莎，也不过是为了给营地增添一个劳动力罢了。丽莎显然不想在这里干苦力，尽管每天996，但毕竟活着比什么都强。然而好景不长，之前名为安息者的极端分子竟然袭击了温泉营地，还将丽莎给抓走，这无疑是触犯了迪肯的逆鳞。他一路追寻踪迹，来到了安息者的临时据点。再次见到丽莎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一想到温泉营地的监狱使馆里，迪肯也不打算送丽莎回去了，而是将她送去洛斯特湖营地。虽然那里的首领铁汉麦克较为严厉，但至少做事讲究一个公平。于是迪肯找上了洛斯特湖营地的瑞奇，希望他能够带丽莎回营地生活。念在往日的交情，瑞奇索性也答应了下来。安顿好丽莎后，迪肯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个体弱多病的好兄弟。当迪肯赶回去时，酒鬼早就因为重度烧伤染上了败血症，甚至已经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如果再不使用抗生素等药物，酒鬼迟早变死鬼。走投无路之下，迪肯只能打起了洛斯特湖营地的主意，只有那里才有医务室。但铁汉麦克曾与迪肯有过矛盾，所以迪肯只能自取。他不动声色地来到营地，假装四处看风景，并悄悄地溜进了医务室。果然在里面找到了抗生素，可这一幕恰好就被之前愿意收留丽莎的瑞奇发现。无奈之下，迪肯只好说出了实情。一旁的黑人女医生艾蒂也急忙打起了圆场。艾蒂只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医生，哪怕患者是个动物，她也会施以援手。就这样，迪肯得以将酒鬼带到营地医治。可即便暂时有了抗生素，酒鬼的情况也依旧不容乐观，必须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为了好兄弟，迪肯不得不再次去面对曾与他有过节的营地首领铁汉麦克。好在麦克不是那种不讲情面的人，只要迪肯在酒鬼养伤的期间替洛斯特湖营地做事，麦克也乐意收留他们。可营地的保安队长狂徒却不太欢迎二人，毕竟麦克还是比较清楚迪肯的为人，急忙赶在血溅当场之前制止了狂徒的行为。之后的时间里，酒鬼的状况仍
在持续恶化，抗生素也明显不够。而这时狂徒却一反常态找上迪肯，声称有一架装满药品的飞机坠落在了安息者的极端营地，但铁汉麦克曾与安息者有过和平协议，一旦迪肯擅自闯入，那么和平协议就会被打破。迪肯心里明白，狂徒不过是为了挑拨他与麦克的关系而已，但他依旧选择钻进圈套里，因为换作是自己，酒鬼也会做同样的事。于是迪肯毅然决然地杀进了安息者的地盘，甚至在飞机坠毁的现场遭遇了一只比其他丧尸更强的残暴者。可丧尸无论怎么进化，终究还是碳基生物，面对迪肯手里1秒10发的霰弹枪，残暴者也变得不再残暴。然而在迪肯成功取得抗生素后，酒鬼似乎已经用不上这玩意儿了，因为他的右臂早已大面积坏死，如果再不节制，等待他的就是慢性死亡。趁酒鬼还没有反应过来，迪肯与瑞奇将他牢牢地按住，黑人女医生艾蒂则用小刀开始了手术。酒鬼的情绪十分稳定，愣是没有哭出来。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尽管酒鬼失去了右臂，再也不能骑车，但好在命是保住了。当然，打破和平协议的结果还是得由迪肯去承担。铁汉麦克对迪肯牺牲别人以达成自己目的的行为愤怒不已，二人因此闹得不欢而散。事情过后，心中有愧的迪肯还是去找到了铁汉麦克，想要用一个大胆的想法弥补营地。由于营地附近每天都会有上千个丧尸经过，只为前往荒郊野外的洞穴之中休息，这也导致人类无论怎样清理丧尸，都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丧尸出现。只有将他们栖息的洞穴炸毁，其他丧尸才不会经过此处。这样一来，随着丧尸数量减少，洛斯特湖营地就会变得更加安全。铁汉麦克一听这感情好，于是便准备让迪肯前去逛洞，寻找炸毁洞穴所需的炸药。可这时狂徒见之前挑拨离间没有奏效，眼下麦克还要委以重任给迪肯，一旦迪肯的计划成功，那么自己保安队长的位子极有可能不保。于是他立即指责起迪肯别有用心。麦克见手下如此忠心，心中不免一暖，你很能打是吧？那你就跟他一起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狂徒也只能硬着头皮与迪肯一起行动。当他们来到矿洞，狂徒也狂不起来了。迪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千万别开枪引来丧尸。可到了关键时刻，这狂徒还是一个劲的开枪给自己壮胆。好在迪肯身手过人，这才顺利找到了炸药。在见识到了迪肯冰山一角的实力后，狂徒又表现出了麦卡人格，他竟然想与迪肯联手，逼迫铁汉麦克让出手里的位子。说白了，他就是想拿迪肯做跳板，自己坐上老大的位子。要是迪肯还能背锅，那感情更好。但迪肯可不屑于在朋友的背后捅刀子，遭到拒绝的狂徒对迪肯那是更加怀恨在心。之后的时间里，迪肯前去探望了好兄弟酒鬼，由于失去了右臂，再也不能骑摩托，酒鬼就只能帮着营地干干农活。迪肯为了让兄弟能够开心一些，还亲自在酒鬼面前表演摩托特技，可酒鬼还是不太欢喜，于是迪肯便抽空偶尔陪着酒鬼看看尸潮。瑞奇也为酒鬼装上了全新的人翼手，迪肯也附赠了恶犬丧彪一只，长大了或许还能当个坐骑。酒鬼也因为朋友的陪伴彻底走出了阴霾。期间瑞奇为了恢复营地的电力，多次带着迪肯外出，这也让迪肯得知狂徒不仅为人阴险，还是一个偷窥狂，经常在营地的小屋外偷窥瑞奇和黑人女医生艾蒂。在二人的努力下，电力重新恢复，迪肯也赢得了麦克与整个营地的信任。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瑞奇也渐渐对迪肯有了一丝爱意。可即便他把迪肯的衣服脱了，都还是不能让这个男人放下自己的妻子。而这一幕却正好被猥琐的狂徒看在了眼里，从而为迪肯埋下了祸根。不久后，狂徒带着一副我来给你下套了的样子，再次找上迪肯。由于炸毁洞穴的炸药还需要引爆线，而引爆线恰好就在安息者的极端营地。见迪肯不太乐意再次违背铁汉麦克立下的规定，狂徒便用最温柔的语气表示自己可以跟迪肯一同前往，出了事儿他来扛。迪肯这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下来。可来到安息者的极端营地后，狂徒又开始坑起了迪肯，他假装失手将迪肯关进了满是小丧尸的仓库内，结果就是整个仓库的小丧尸遭遇了飞来横祸。然而狂徒的目的却不止如此，在成功取得引爆线后，他竟然把枪口对准了迪肯，迪肯也很配合的被消晕了过去。当迪肯再次醒来，他已经被安息者绑了起来，原来是狂徒勾结安息者出卖了迪肯。而安息者的极端首领卡洛斯也来到了迪肯面前。更加糟糕的是，卡洛斯在病毒爆发前曾与迪肯同属一个帮派，但他却因吸食极端面粉杀害了迪肯的好友。于是迪肯与酒鬼便烧掉了卡洛斯背上的纹身，双方可谓是有着深仇大恨。如今老乡见老乡，卡洛斯毫不犹豫的拿出喷火枪，给迪肯的手臂来了一套爽上。卡洛斯并没有急着杀掉眼前的仇人，他还要对营地进行极端袭击，将酒鬼也带来一起享受。当卡洛斯走后，之前的那个小女孩丽莎却走了进来。原来丽莎在营地曾遭到过狂徒的排挤，各种惨痛的遭遇让她对现实彻底失望，这才选择加入了安息者。但谁真心对她好，丽莎心里还是有数的。在丽莎的帮助下，迪肯解开了身上的束缚。既然重获自由，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极端分子能够阻拦迪肯的脚步。可惜的是，丽莎选择了独自流浪。想到营地正在被安息者进攻，迪肯也不再多言。当他回到营地准备大开杀戒时，双方首领却下达了停火的命令。于是迪肯当即回到大厅，二话不说直接用匕首让狂徒当场感动不已，从而说出了实情。原来狂徒早已和极端首领卡洛斯达成了 PY 交易，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将迪肯与酒鬼出卖给卡洛斯，而卡洛斯报仇雪恨之后也将重新恢复和平协议，不会再来骚扰营地的人。铁汉麦克可不是那种靠着出卖朋友委曲求全的人，他直接把枪口对准了卡洛斯。和平铁汉麦克想要，但人他又不想给。如果卡洛斯硬要把人带走，那么就只能比一比谁更极端。眼见对方是要更极端一点，卡洛斯也只好带着手下离开。至于在如何处置狂徒的问题上，麦克的做法实在太过仁慈，他并没有选择清理门户，只是将狂徒逐出了营地。事情过后，迪肯心里也清楚，安息者绝对不
不会善罢甘休。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在让艾迪将手臂的伤口简单包扎以后，迪肯与酒鬼拿上先前准备好的炸药，将安息者营地上方的极端大坝炸毁。借着洪水爆发的势头，迪肯孤身一人将安息者们团团包围。他所过之处的每一个安息者身上都能找出高达10斤的子弹。就这样，迪肯一路杀到了卡洛斯的面前。随着匕首划过卡洛斯的咽喉，安息者这个极端组织也被连根拔起。在获得了安宁之后，迪肯也得以专注于寻找妻子莎拉的线索。其实，在这期间，欧布莱恩也联系过迪肯。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关于妻子莎拉的消息，可谁料欧布莱恩还需要时间去调查，这让迪肯那时憋了一肚子火。不仅如此，欧布莱恩还想让迪肯去追踪和监听尼若其他小队的研究数据。尽管不想参与尼若的内部事务，可毕竟他还需要欧布莱恩调查莎拉的下落，所以迪肯只能潜入到尼若的直升机附近。在为直升机装上定位装置后，迪肯装作路人，在一旁偷听起了研究人员的谈话。尼若通过对丧尸进行观察以及各种活体实验，竟得知这些丧尸保留了部分身为人类的记忆和特性。他们像人类一样搭建起巢穴，群居在一起。食物不够充裕的时候，偶尔也会吃素或者吞噬同类，只不过排便就比较随意了。他们甚至还会带上手表这样的装饰品。部分丧尸还在快速突变成新的形态，仿佛就像是一种进化。之后，欧布莱恩查到了莎拉的消息，尽管当时莎拉的伤口痊愈，还被转移到了另一个营区，但那里同样也在丧尸潮的攻击下沦陷。除了部分尼若工作人员以及拥有特殊权限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得知这个消息的迪肯心中万念俱灰，眼看妻子有生还的希望，可希望又再次破灭。酒鬼也不愿看着兄弟就这样颓废下去，于是两发左勾拳让迪肯勉强振作了起来。认清了现实的迪肯，索性来到了他曾与莎拉举行过婚礼的教堂，并一把火点燃了教堂，也算是对往日做出道别。但下一刻，迪肯的脑海中却灵光一闪，当初莎拉在他工作的研究所似乎同样拥有所谓的特殊权限，而欧布莱恩则说，尼若撤退时，拥有特殊权限的人都得以安全离开。那么当时莎拉极有可能再次躲过营区沦陷。尽管希望渺茫，迪肯也还是再次联系上了欧布莱恩。果不其然，欧布莱恩很快便查到了莎拉靠着权限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的消息，但他们却在南边的火山口湖遭遇了当地民兵团的袭击。无论结果如何，既然重新燃起希望，那么迪肯都得去试一试。可南下的路几乎都被堵住，只有铁汉麦克知道唯一一条能够南下的公路。尽管因为之前消灭安息者以及放走狂徒的事情让二人之间的关系很僵，但铁汉柔情，麦克终究还是说出了山路的位置，而条件就是迪肯再也不能踏足洛斯特湖营地。临别前，迪肯前去找酒鬼道别，酒鬼十分怀念兄弟二人曾一同经历过的事情。酒鬼并没有挽留迪肯，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没了右臂，什么忙也帮不上，况且他也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够找回挚爱。就这样，迪肯骑上摩托，穿越大雪覆盖的雪山，一路南下。就在他即将穿越雪山之时，恰好就遇见两个民兵团的士兵，正被一头丧尸熊袭击。毕竟初来乍到，迪肯随手掏出爆炸弩箭，就是一通连射。恐怖的爆炸让丧尸熊当场暴毙。士兵见高人出手相助，于是为了报答迪肯，便将他带到了前哨基地，准备介绍给负责看守前哨的库里上尉。下一刻，迪肯心中便翻起了惊涛骇浪，因为库里上尉的手上正是当初他送给妻子的戒指。迪肯强忍着妻子可能改嫁的念头，准备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说什么也要加入民兵团。但这里奉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迪肯想要入伍就得经过上校的同意。好在迪肯本就是退伍军人，称之为最强单兵都不为过，于是他便暂时做起了库里上尉的助手。而迪肯的表现让库里那是刮目相看，简直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毕竟同为军人出身，库里上尉对迪肯自然也有了几分好感，于是他随手掏出了自己与老婆的照片。迪肯定睛一看，还好是个黑的，心中不免松了一口气。不久后，凭借出色的表现，迪肯很快便来到了民兵团的营地。上校也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自己在他面前仿佛就像是个新兵蛋子。迪肯也得以加入了民兵团。在上校的引荐下，迪肯发现民兵团不仅有专业的医生和医疗设施，甚至还有自己的化学工程师微佛，专门研制各种化学武器。可当上校为迪肯引荐民兵团的生物化学专家时，迪肯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幕却真实发生了。 I'll leave you to it. Carry on, Lieutenant. Leave us. Sarah. Stand at attention. Sarah, Don't. No, you're dead. You're dead. You're supposed to be dead. Hey. You're dead. It's okay. You're dead. I'm right here. Wait a second. I don't understand. I couldn't find You you. had died and No, we were overrun. Who's overrun?
We had to go south. Nero, they Yeah, said Nero, that no one no, I made it found out. O'Brien and I Farewell found was a way. overrun. They said that everybody Pull was them out. dead.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you Never again. see you. 迪肯本打算就这样带着莎拉离开，但莎拉却正在进行一项针对丧尸的研究，只有完成了研究，他才愿意跟迪肯离开这里。毕竟妻子活着比什么都强。于是夫妻二人便假装互相不认识，共同为民兵团做起了事。由于莎拉和化学工程师威佛的研究项目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有一方率先完成，那么另一方就得停止研究。对于迪肯来说，只要莎拉越快完成研究，他们就能越早离开这里。所以迪肯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莎拉搜寻他想要的一切材料，毕竟是在为民兵团做事。化学工程师威佛那边，迪肯同样也得帮，但威佛却不知道。自己在谈笑之间，早已和死神擦肩而过无数次。I see you coming and going, man. You're doing a lot of runs for her. Yeah, I'm just doing my job. Okay, man. Yeah, I tried to hit that once when I first got here. Is that right? Oh, yeah, dude. I mean, that lady's got a fine ass. I'm an ass man. I can't help myself. Yeah. How'd that work out for you? Not too good. I mean, she threw me down on the ground, tried to break my goddamn arm. Listen up. You need to watch yourself with her. That lady's intense. Yeah, I'm gonna keep that in mind. You need anything else? 见威佛还算识趣，迪肯专门给威佛搞来了他最爱的步步高点毒剂，尽可能让这个化学工程师玩物丧志，无心科研。此时莎拉的研究也到了瓶颈，为了取得进展，迪肯便准备与莎拉一起回到他曾经工作的研究所，拿回实验所需的仪器。可来到研究所后，他们发现这里不仅有电力，就连灌溉系统都在正常运作，并且当年的门卫也将这里占为了己有。毕竟莎拉也算是公司的核心人员，在将门卫开除后，莎拉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自己曾工作的研究所正是研发出病毒的罪魁祸首。当初这里的一位练习生察觉到了异样，他本想与莎拉一起揭发研究所的阴谋，但莎拉却并没有当回事。结果练习生竟然拿走实验样本，并前往了一场大型博览会，以求记者报道。谁料练习生早已被病毒感染，极快的传播速度导致当天在会场的所有人都被感染。之后，这些人坐上飞机回家，将病毒带到了千家万户，从而造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丧尸病毒。见莎拉哭得梨花带雨，迪肯也在当晚用最好玩的昆特牌让莎拉的情绪有所好转。将实验仪器拿回民兵团后，迪肯才发现，原来莎拉并不是在研制生化武器，而是为了制作能够治愈丧尸的解药。但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实验还是失败了。好在有迪肯的鼓励，情绪低落的莎拉重新振作了起来。既然实验失败，民兵团也没有待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们决定回到莎拉曾工作过的研究所，用那里齐全的设备继续研制丧尸病毒的解药。可此时上校却找上了门，因为威佛研究的燃烧弹已经取得了进展。这一次叫上迪肯，也是为了让他去实验一下成果。可尽管是强化过的燃烧弹，也还是无法一次清空丧尸巢，所以迪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当迪肯回到营地后，事情却变得棘手了起来。只因营地里的医生被一个吸食极端面粉的人杀害，上校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便将威佛和莎拉都安置在了洞穴之中，并派士兵严加看管。这下想要逃跑，简直就是难如登天。莎拉为了拖延时间，只能谎称自己在研制剧毒武器。迪肯也不想大开杀戒，那样只会徒增枪下亡魂。如今逃离民兵团唯一的办法就是搭乘直升机，关键时刻还得是欧布莱恩，他将会在夫妻二人准备离开时，用伊尔的直升机前来接应。待一切万事俱备，迪肯将看守莎拉的士兵哄睡，二人一路向着山洞外逃去。途中威佛还替他们吸引了士兵的注意，显然点毒机非常好用，可终究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夫妻二人刚走出山洞，迎面就碰到了上校，而在上校身后的赫然就是前来投靠的狂徒。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狂徒上来就开始跟迪肯对掐。姗姗来迟的欧布莱恩见下面乱作一团，也不敢过多停留，直接一脚地板油疾驰而去，就像是从未来过。当然上校也不是傻子，他直接把迪肯与狂徒绑了起来，想要审出谁是叛徒。结果狂徒开局就是直指迪肯背上有个纹身，声称迪肯在洛斯特湖营地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而他自己则是在扶老太婆过马路的时候，恰好撞见迪肯强抢民女，他及时感到见义勇为。这番操作把迪肯看的是一愣一愣的，迪肯也算是彻底认栽了。随着士兵扯下迪肯的衣服，露出他背后的纹身，上校也相信了狂徒的鬼话，并且隐约猜到了他们想要逃走。见妻子身陷危机，迪肯只能谎称是自己想要绑架莎拉，这才勉强圆了过去。而迪肯则会在第二天被处以绞刑，可普通人又怎么可能控制得了迪肯？当迪肯再次醒来，库里上尉竟然已经将他带出了民兵团。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发觉了莎拉就是迪肯的妻子。在库里看来，如果任何一个男人愿意历经千辛万苦寻找自己的女人，那么他就不该被一根绳子吊死。显然，迪肯夫妻二人让库里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并由此产生了共情。况且，如今的上校也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他也不打算回去了，而是带着自己的心腹离开这里。此时，上校也在狂徒的怂恿下，派遣手下的士兵准备进攻北边的洛斯特湖营地。得知此事的迪肯立即驾驶摩托车赶回了营地。尽管营地抵御住了民兵团
的进攻，和铁汉麦克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在民兵团被打退时，曾试图劝说狂徒，但却被狂徒一枪击中要害，生命垂危。临终前，他将营地托付给了迪肯，希望迪肯能够好好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净土。或许就像麦克曾说的那样，人们的行动才是影响世界的关键，而不是靠嘴巴。于是迪肯准备让民兵团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无法无天飞车党。在众人的配合之下，他们很快组装好了一辆重型战车，并在上面装填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直接炸开民兵营大门。而操作战车的司机便是装备了换挡神器的酒鬼。只能说开摩托车哪有开大货车快乐。不仅如此，科普与塔玛也知道，一旦洛斯特湖营地失守，那么下一个受害者就会是自己。于是他们纷纷前来助阵。随着三方势力振臂高呼，这场战役也正式打响。迪肯与酒鬼从正面炸开缺口，其余人负责从后门佯攻。酒鬼似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即将靠近民兵营大门时，他把迪肯直接推进了湖中，而自己则毅然决然的一头撞向了营地大门。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酒鬼生死未知。这一刻，迪肯的怒气达到了顶点，他也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手中的冲锋枪几乎连成了一道光，所过之处皆是尸横遍野，哪怕是霰弹枪也被他打出了加特林的效果。这些士兵的抵抗也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挣扎而已。迪肯就这样杀到了洞穴之中。此时狂徒还想逼迫威佛交出炸毁洞穴的引爆器，好在迪肯一发精准的弩箭救下了威佛，而狂徒这个小人在迪肯的手起刀落之下，生命也狂到了尽头。至于上校，他平时就爱喝一口沙拉泡的茶，本来以为自己有恃无恐，结果沙拉这一次泡的却是毒茶，上校的民兵团也就此彻底瓦解。而酒鬼也在迪肯为失去兄弟悲痛万分的时候，从远处走了过来。原来他在最后一刻跳下了车，最终一行人回到了洛斯特湖营地。迪肯也将带领所有人在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下去。故事的最后，欧布莱恩再次联系上了迪肯，坦白了关于 Nero 研究丧尸的秘密。Believe me or not, I'm glad to see you again. That night at Wizard Island didn't seem to go well. What can I do for you, O'Brien? I'm here to warn you. Warn me about what?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the infected were evolving. Right, yeah, freak's a freak. What the hell do I get? Strain of the virus. Its effects on the human nervous and lymphatic systems is accelerating at an exponential rate. They knew all along, of course, it was happening. The men above me. That's why they were so cautious, so secretive. They're coming. I'm sorry. There's nothing more you can do to stop them. There's nothing more. Fuck. 我是修边狂魔。